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电茶壶。这个电茶壶呢已经打开好几天了，为什么没修上呢？原因是这个底座没有问题，是这个壶有问题。但是这个客户呢没有把这个壶拿过来，所以就一直没有修上。那么这个是往内部放水的，下边有一个水泵，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打开的时候是需要把螺丝打开之后，然后把这个盖板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洞口，然后给它顶下来，这是玻璃的。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跟这个是一体的需要把螺丝卸下来之后才能把它这个放倒，但是当时没有注意，就给它掰折了，好在有胶水，给它粘上就可以了。我们看它的水泵，它的水泵呢是这样的，前面是胶皮管，这个塑料部分是泵体，那么这个后边是一个电机，这个电机有点像我们手电钻上的电机，当然单独也有卖的。这面就是它的主板了，这个是触摸按键，这是数码管，这是一个控制加热的继电器，一个控制消毒的继电器。这个是电源芯片 VIP-122A， 这是开关灭压器，这是蜂鸣器，这是蜂鸣器驱动的管，这是2003驱动继电器和水泵的。MCU 在板的这一面，这就是 MCU， 它是直接通过按键，然后通过线流电阻加到这个引脚上，然后触发这个MCU 来工作的，它直接驱动数码管。好，下面我们看看壶。由于经我检测，电茶壶的底座没有坏，所以等着这个壶到。那么这个壶拿来了，我们看这里边呢就是一个热敏电阻也可以叫温度传感器。下边有3个螺丝，我们给它卸开。据用户说呢，这个壶的故障呢是烧水烧不开。那么我们首先测量一下这个温度传感器的阻值，这个引脚和这个引脚就是温度传感器，我们用的是 200K 的档，我们量一下它的阻值，在常温下呢，看它是多少的阻值。在常温下，它的阻值是 95.2K， 正常是 100K， 感觉问题不大。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发现这个发热管这个引脚已经烧的这样了，我们看已经烧糊了。这端这个连接还算可以，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壶的地方用钢锯条给它刮好了，然后给它焊到这上，应该问题就解决了。温度传感器是 95K， 正常是 100K， 应该问题不大，主要原因是在这儿。所以说有的时候烧水烧不开，有可能是这个发热管这个位置接触不良。首先用掰折的钢锯条把这个铜片还有下边这个发热管上的这个片都给它刮干净实际上我们测量过了这个发热管呢它是阻值正常的，如果阻值不正常，发热管坏了的话，我们就放弃修理了。这个发热管和壶是一体的，我们看它是有50多欧，证明这个发热管是正常的。我们把铜片刮干净以后呢，把烙铁加热，然后呢放到这个带焊的地方呢一个松香，放上松香以后把它烫化，这样呢主要是让松香能够把这个污物再清除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给它涂上焊锡，把它焊牢就可以了。经过我的一番努力，终于把它给弄结实了。那么我们量一下，这个中间这个插脚和外边这个环是温度传感器，我们量一下，只有 86K， 那么说明它的阻值应该是减小了。那么我们再量一下这个中间这2个环，这就是发热管的2个环，那么现在是正常了。我们给它上，我们看看它的具体状态。我给它加上了水，我们看一下，现在它是23摄氏度，看它烧开以后是不是100摄氏度。如果烧开以后是90度就跳闸了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更换热敏电阻。
在修理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壶底儿的这个铁环上面有污垢，我给它清理干净了，但是呢还是不加热。那么这个里边这几个杵点也有的凹进去了，而且上面也有污垢，需要把它扶正以后再给它清除干净。我们看这个杵片除了脏污以外，它还有一个就是弹力已经有点失去了，需要把它弯成一个合适的角度。好，到这里我就给它清理干净了。现在温度开始上升了，等一会儿烧到100度，看看是否水开了。如果水没有开呢，就证明温度探头的热敏电阻的阻值变小了。我们给它直接换一个热敏电阻就好了。我们发现温度传感器没有问题，我发现它到了100度已经是沸腾的状态了，所以说这个温度传感器没有问题。它分为2个插座，一个是泡茶，一个是消毒。泡茶的这面呢是带温度传感器的，消毒的这面是不带温度传感器的。我们看我给它上了，这样子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电茶壶在卸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位置有3个螺丝，这个位置有3个螺丝，然后在这个位置有3个螺丝。卸下来以后呢，要在这个孔里用一个像镊子呀或者是螺丝刀，在这儿给它向上顶，顶完了以后这个盖板就出来了，不然的话这个盖板在里边嵌着是很难拿出来的，它是一个玻璃盖板。好，到这里我们就修好了。打开76度，刚才水是烧过的，然后这端是抽水，电机旋转并且有吸力，水在加热中迅速升温，升温还是很快的。现在已经沸腾了，很快到了100度，现在已经停止加热了。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